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明明是自己打卡最勤，结果升职加薪，却轮到那个刚来不久，上班还爱摸鱼的人。那一瞬间，你是不是想大喊：老板，你眼睛瞎啦，不公平啊！好，今天我们要看保罗在罗马书9章25到33节，直接聊一个超级爆炸的真相。原本看似局外人的外邦人，竟然成为神的子民，而原本自以为是主角的以色列人反而跌倒。这段经文完全就是一场信仰界的逆转胜。你以为谁是赢家，结果剧情整个翻盘。保罗先引用何西阿书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什么意思？就像今天在公司尾牙抽奖，老板说这一台特斯拉我要送给大家，屏住呼吸，以为会是老员工，结果居然抽到外包快递员。对，保罗要表达的就是这种震撼感。原本没有血统优势的外邦人，竟然也能被神称为子民蒙爱。而且保罗还补一句，他们在那里被称为不是我子民的，将来要称为永生神的儿子。翻译：神不看出身证明，不看你的护照是犹太还是外邦，他直接说你只要信就能成为我的孩子。但另一边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这就像选秀比赛，1万人参赛，最后只留下那区几个人能出道。意思是，虽然以色列人自认是天选之民，但最后真正站上舞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更严重的是，若不是神怜悯，他们的下场会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被灭绝。这超打脸，因为犹太人一直以为我们有律法有血统稳赢，结果保罗说不好意思，名单缩减，仅存少数。保罗直接丢出关键问题，这样我要说什么呢？答案来了，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画面有点像什么？外邦人根本没有报名比赛，结果莫名其妙拿了冠军。犹太人每天拼命练舞背歌词，结果淘汰出局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外邦人靠信心得着义，而以色列人却以为靠行为靠律法能得义，结果踢到铁板。保罗用一个比喻来总结，他们因为不凭信心，只凭行为，就半跌了。接着引用旧约说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这块石头就是耶稣。犹太人因为觉得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待，所以被绊倒，但外邦人却单纯地接受他，结果反而得着义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一场惊天大逆转。原本以为是局外人的，最后站上颁奖台；原本以为稳赢的，反而跌在门口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保罗在这段话里要我们重新思考，神的拣选和义不是看血统，不是靠努力刷业绩，而是单单因着信心。这很颠覆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习惯用资历、努力、背景来衡量成功，但神说 No， 在我这里唯一的门票就是信心。所以不要再羡慕别人看起来很有资格，也不要自卑觉得我什么都不够格，因为在神的计划里，他就是专门做逆转胜的神。